伊朗队這2天啊是真没啥事儿干了，3场小组赛全踢完，行李也收拾的差不多了，可人就是走不了。为啥？因为他们到底能不能晋级，自己一个球都踢不上了，全得看别人脸色。老话怎么说来着？一个人的命运啊，当然要靠自我奋斗，可有时候也得看历史的进程。伊朗现在就死死卡在这历史的进程里头。其實老馬上一條視頻就給你擺過這道題，伊朗要是想被淘汰，還真沒那麼容易，得好幾件倒霉事湊一塊兒才行。阿爾及利亞和奧地利那場得踢平，剛果金得贏下烏茲別克斯坦，克羅地亞還得拿下加納，這每湊成一件，就等於給伊朗頭上多冒出來一個分數比他高的第3名，把他往懸崖邊上又推一把。當時一聽3件事都得發生，好像沒那麼容易，對吧？可仔細一掰扯就壞了。後2件本來就大概率會朝着對伊朗不利的方向走。克羅地亞贏加納問題不大，剛果金拿下烏茲別克斯坦把握也不小。結果今天一看，嚯，全應驗了。剛果金真贏了，克羅地亞也真贏了。這倆揣着4分的第3名，啪嘰啪嘰先後站上了岸，把晉級那條線越抬越高。繞了一大圈，伊朗能仰仗的就剩最後這一根稻草了。阿爾及利亞和奧地利今早那場千萬別再踢平。說句掏心窩子的話，老馬上回為啥一提歷史的進程就發怵？因為上一條復盤咱吭哧撿了一整宿，天一亮比分全改了，搞得推倒重來，那叫一個酸爽。合着也是被這歷史的進程狠狠教育了一回。所以這回老馬學精了，提前寫，提前賭。我不敢打包票說阿爾及利亞和奧地利到底誰能贏，但有一件事老馬敢替伊朗死賭，這倆給我打死也別踢平了。今天是2026世界杯小組賽收官的日子，這一集咱不鋪那麼大攤子，就盯着這出最擰巴的戲。4場球今天已經踢完，懸念越收越窄，最後全壓在奧地利和阿爾及利亞這一場上。來，老馬一場一場給你捋明白。你可能會問，踢平咋就這麼要命？老馬把球算到進球數上，你立馬就懂了。先說這場本身，奧地利和阿爾及利亞在 J 組，今天早上9點同時開哨，這倆現在都是3分，前頭還壓着一個2戰全勝，早早鎖定頭名的阿根廷。也就是說，小組第2那張直接晉級的票就在他倆之間2選1。今天這場誰贏誰就拿第2直接出線，輸的那個掉到小組第3。約旦0分墊底，攪不進來，關鍵就在這個輸的那個身上。晉級規則是這樣，每個小組前2名直接出線，再從12個小組的第3名裡頭挑成績最好的8個補進來，湊成32強。對，是32強，16分之1決賽，不是16強。這是2026這屆的新規矩，比成績先看積分，積分一樣看淨勝球，淨勝球再一樣看總進球。伊朗這3場是啥成績？2-2平新西蘭，0-0平比利時，1-1平埃及，3場全平，1場沒輸，3分，淨勝球正好是0。記住這個0，這是伊朗的命根子。再看奧地利和阿爾及利亞那個輸家，只要這場分出了勝負，輸的那個就還是3分，跟伊朗一樣多。可他剛輸了1場球啊，淨勝球必然往下掉，變成負的。奧地利現在淨勝球是0，輸1場就是-1往下。阿爾及利亞現在就已經是-2了。再輸更慘，3分對3分，先比淨勝球，伊朗是正-0，那個輸家是負數，伊朗穩穩壓在上頭，所以奧地利贏，阿爾及利亞掉第3，淨勝球變負，頂不過伊朗，晉級的就是奧地利和伊朗。阿爾及利亞贏，奧地利掉第3，淨勝球變負，頂不過伊朗，晉級的就是阿爾及利亞和伊朗。你發現沒有？不管這倆誰贏，伊朗都跟着沾光晉級。伊朗唯一的死法只有一個。這倆要是踢了個平局，2家都漲到4分，奧地利淨勝球好占第2，阿爾及利亞揣着4分當第3名，4分的第3名比伊朗3分高一檔，直接把伊朗從最後一個名額上擠下去。所以伊朗今天早上的祈禱詞就一句：你倆可千萬別講和。這就是開頭那句自我奮鬥他做到頭了，3場沒輸，剩下的真就只能看歷史的進程。至於同組那場約旦對阿根廷，基本沒啥嚼頭。約旦大概率贏不了阿根廷，退1萬步就算爆冷贏了，他那點分也夠不着，擠不走伊朗。梅西要是上場再進個球，那是他自己刷金靴的事，跟出現格局沒關係。這場咱一句帶過，順嘴說一句啊，愛聽老馬這麼一筆一筆給你算球的，右下角點個訂閱，每天這一桌咱不見不散。
行，回頭說今天已經踢完的这4场，今天最提气的一场是刚果金3-1拿下乌兹别克斯坦。你可別小看刚果金这支队，上一回他们踢世界杯还得追到1974年，那时候国家還叫扎伊尔呢，整整隔了52年才又回了一趟。小組前2场1平1負，只拿了1分，眼瞅着要打到回府，結果收官这场他们一口气进了3个，3-1赢了同样是头回參賽的烏茲別克斯坦。這一勝直接把分數頂到4分，以一個強力第3名的身份，把晉級32強的票穩穩揣進了兜裡。這場對整個第3名大盤特別關鍵。剛果金這個4分一上岸，等於把最佳第3名的及格線又往上抬了一截，門檻越抬越高，後頭那幫3分的4分線下邊掙扎的隊心裡就越涼。這裡頭就包括乾等着的伊朗。所以你看，剛果金自個兒這場拼出來的3個球，無意間就給伊朗頭上又壓了一塊石頭。這就是世界杯48支隊擠在一張表上，誰進誰出，常常是這麼互相牽扯出來的。第2場，哥倫比亞和葡萄牙0-0，一個球沒進。這場踢得平，可一點不冤，因為這倆早就出現了，誰都不着急。哥倫比亞前2場2連勝，6分領跑，提前1輪就把出線鎖了。葡萄牙這邊有41歲的 C 羅坐鎮，上一場剛5-0血洗過烏茲別克斯坦 ，C 羅自己還沒開2度。2支已經上岸的隊碰一塊，誰也不願意在收官戰拼到傷筋動骨，於是手裡都留着勁兒，0-0各取所需。這一平，哥倫比亞拿小組頭名，葡萄牙第2，雙雙帶着完整的主力，攢着體力去準備接下來那場輸一場就回家的16分之一決賽。C 羅這場沒進球，可對他來說無所謂，能囫囵個不帶傷地走進淘汰賽，對一個41歲的老將比多進1個球實在多了。第3場，克羅地亞2-1贏了加納，挺解氣的一場。賽前克羅地亞是真懸，前2場1勝1負，只有3分，排小組第3。這場對加納就是不折不扣的生死戰，贏不了就得回家。而站在場上的那個40歲老人是莫德里奇，他這是第5屆世界杯了。2018年帶克羅地亞踢進決賽，2022年拿季軍的那批黃金一代，如今就剩他這面旗還插着。好在這場他們頂住了，2-1拿下加納，克羅地亞以小組第2的身份穩穩出線。莫德里奇的世界杯又能再往下多踢幾天了。有意思的是，輸了的加納也沒回家。加納這場雖然輸，可憑着前2場攢下的底子4分，照樣擠進了最佳第3名。一場球贏的克羅地亞晉級，輸的加納也晉級，倆一塊出線。這又是48隊新賽制給的甜頭。第4場沒啥懸念，英格蘭2-0拿下巴拿馬，乾淨利落的拿了小組頭名出線。英格蘭這隊憋了60年，1966年本土奪冠之後再沒碰過世界杯，這回帶隊的還是個德國人圖赫爾，頭一回有德國人領着英格蘭打世界杯。今天對已經出局的巴拿馬，他們沒給對手任何機會，2-0球穩穩的拿下。巴拿馬則是3戰皆負，1球未進，墊底回家。這趟世界杯之旅留了點遺憾。英格蘭收官這場贏得輕鬆，也算給自己淘汰賽開了個好頭。能不能圓着60年的夢，那是後頭淘汰賽的事兒。至少今天他們是這幾個收官組裡走得最穩的那一個。4場踢完，今天的出線名單基本就清了。剛果金、哥倫比亞、葡萄牙、克羅地亞、加納、英格蘭全都晉級，烏茲別克斯坦、巴拿馬收拾行李。繞了一大圈，懸念又回到了伊朗身上。你可能會問，同樣的3分排第3，憑啥就伊朗這麼受關注，還說他穩？因為他身邊的同分隊一個一個都已經倒下了。前幾天韓國也是小組第3，也是3分，可韓國整體成績比伊朗差一檔，加上後頭一堆4分的第3名往上擠，韓國早早就被淘汰出局了。而伊朗呢，3場全平，1場沒輸，淨勝球正好守在0，他是眼下所有3分的第3名裡頭位置最靠前、最有希望的那一個。換句話說，伊朗已經踩在了那8個名額的最後一格上。可越是踩在最後一格，越是揪心。剛果金、加納今天又各拿4分往上一站，這條線越抬越高，伊朗那3分的位置就越發懸。他現在唯一怕的就是再冒出來一個4分的第3名，而這個4分的第3名只可能從哪兒來？就是奧地利和阿爾及利亞一旦踢平，阿爾及利亞揣着的那4分，所以兜了一整圈，伊朗的命最後還是落回了那一句話上，只盼那倆別講和。那這出戲到底咋收場的？揭曉了，奧地利那邊老將阿爾瑙托維奇上半場第28分鐘一錘定音，奧地利1-0拿下阿爾及利亞。
這場分出了勝負，沒踢平，就這麼一下全盘活了。輸了的阿尔及利亞掉到小組第3，净勝球被这一场拖成了-3。而伊朗3场全平，净胜球守在0，2-1比，伊朗穩稳压在上头。最後那张最佳第3名的傳票，伊朗拿到手了，他就这麼着，自己一個球沒再踢，靠着千里之外別人分出的那個勝負，成了8個最佳第3名裡頭壓線上岸的最後一個，擠進了32強。你說這事兒神不神？足球有時就是這麼個理兒。伊朗這3場一個不輸，把自己能做的全做到了滿分。可到末了，真正拍板的是另一片球场上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2支队，願不願意分個勝負？這就是世界杯，48支隊擠一張大表，誰的命運裡都摻着別人的劇本，自我奮鬥交了滿分。剩下那道題，歷史的進程今早替伊朗答了，而且答對了。至於阿爾及利亞，贏過球也拼過命，最後差的就是別人腳下那一下沒能改寫的命，挺讓人唏噓。行了，最後照例留2問題，評論區嘮了。第一，伊朗這種踢完了只能干等別人臉色的出現方式，你覺得是命好還是太憋屈？第二，8個最佳第3名都湊齊了，接下來這32強淘汰賽，你最看好誰一路殺上去？覺得老馬算得明白的，順手點個訂閱，別錯過明天的淘汰賽厮殺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